大通今天在1个多月里面连续出了4款玩具，而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刚刚再版出货的獠牙王牌。相信大家最期待再版的是疾风王牌吧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安排上呢？这次的獠牙王牌是继去年4月的出版7月再版之后的第2次再版，包装内容物只有一个区别，那就是这次替换的小臂是直接给安了一个手腕关节，组装他们的样品没有给，大货是补上了，所以这次大家补票上车的话就不用再额外去售后一次了。然后我们把主体拿出来，装上记忆体，这次獠牙的记忆体呢是改成了银色，王牌依旧是透明黑，图案进行了一定的简化。安装的时候最好垫一些蓝丁胶进行固定，防止丢失。当时第一批出货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说选择这一个而不是万代再版，是因为轻面的品控比万代还好。我毕竟没玩过万代嘛，所以说就不做评价了。今天就来看一下这第2次再版的漆面如何吧。首先头雕方面可以看到，这次的宝石呢是涂够了，没有像王牌一样直接点了一下。头角还算得上是尖，至少按上去是扎手。脑门分界处没有缝隙，黑白分色和复眼之间的交界处呢没有这么明显的毛边了。泪痕这次也是涂够了，不过它这个细节呢感觉是开的太粗了。从正面看的话倒是没有侧面这么粗。眼角处的黑白分色可以看到这次是故意少涂了一个三角形，这样的话就凸显出了窥视孔，不过没有对应的细节。肩胛的白色和其他地方比呢是没有色差的，躯干以及肩胛处的白色可以看到都是高亮面的发色。王牌这边依旧是肩胛的刻线里面的黑色深线需要自己再重新渗一下，没有涂够。关节方面倒是没有像上次的王牌一样特别的松了，不过它这一个胳膊肘呢依旧是特别的紧。花纹的话，獠牙这边的胸甲边框没有涂够，其他2处还好，也都是透明件。中间这条黑色深线这次是涂的没毛病。王牌这边的花纹依旧是黑色，没有涂够。腰带这次的透明件也是没问题。獠牙顶端的这个角没有出版这么糙了，涂装也是改成正常的银色发色。而恐龙头呢依旧是和正版比是细节缺失。除肩胛和躯干以外，胳膊和腿部的白色呢就不是高亮面了，是一种消光的质感。出版胳膊腿的白色是可以发出荧光的，这次呢是没有了。而王牌这边呢则是10世纪的优化，我们随便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刮坏它。可以看到这次胯部呢是黑色的层次，而不是白色涂黑了，这样就不会像出版一样随便动几下胯部就会刮花漆面，露出底下的白色。而我这次的重点呢依旧是腿部消光不均匀，可以看到是左大腿内侧有一小块，需要借助反光才能够看清，没有上好消光。右胸侧面有2块击漆，这是胳膊肘上下的缝隙呢是要比王牌要小一些。配件方面呢就是那6对替换的手型，3个替换件以及一把武器。替换的手腕脚腕呢也都是透明件，这4个的肩部一样都是比较钝一些。肩胛这次的分色也没有问题，里面的分界也是粘好了，不用再自行去沾胶水了。里面还有一个肩膀关节，武器可以看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缩胶，这些白色漆面倒是没问题。第一次替换的时候最好要泡半分钟的开水，这样插拔的话就不需要费力气了。顺便给它扩一下孔，这样的话以后替换插拔就不需要再泡热水了。除了胳膊肘比较紧需要抹点润滑油之外，其他地方就是简单补色渗一下线就行了，不需要输修复胶层。总之这是最新再版的大通獠牙王牌，漆面还说得过去，替换零件也都有给到对应的关节，胯部撑漆的问题解决了，窥视孔没有被涂装盖住，综合起来能够算得上是合格。